然后胸锁乳突肌呢，它连到胸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连过来，这个就是胸锁乳突肌胸骨端。然后在它的下边再出来一束，连到锁骨上，这个呢就是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。下面我们就先来画一下胸大肌。那么通过左边的图，我们知道胸大肌的附着点，胸大肌呢在起点有3处，一块呢是锁骨上，一块是胸骨上，还有一部分呢是肋软骨上。然后它的指点呢在肱骨上端，大概这个位置。然后胸大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，它整体呢呈一个扇形，它的指点呢比较小，在起点处位置高的，在指点处位置比较低，然后在起点处位置比较低的，在指点处位置就比较高。这个是胸大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。那么在腋下这个部分呢，它形成了一个交叉绞拧的结构，这个结构呢特别类似于折扇，也是使胸大肌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结构特征。在画胸大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它是一束压着一束，从这个位置一束压着一束出来的。然后最下面的这一束比较平一些，有的时候呢在体表是看不到的，有的时候在体表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轮廓，但是它下面呢还有一层比较薄的一直连接到第6类的肋软骨。这个呢就是胸大肌的基本造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肩三角肌。肩三角肌的附着点在肩峰还有锁骨的外端，这个部分是它的起点。然后再往后呢，在这个肩胛岗上面还有，不过在这个角度看不到，我们可以先不去考虑它。然后它的指点呢比胸大肌的指点要低一些，它整体呈一个三角形。然后它的前束把胸大肌遮盖住，被遮盖住的部分呢我们先擦掉，然后在这里分出来一块，这样呢把它分成中束和前束。前束的下端是穿到中束的下边去的，它有这样一个造型的特征。它的中束呢也称肩峰部，也就是它上端是起于肩峰的。这个部分呢属于多羽肌，然后肌纤维呢呈辫状，像辫子一样。这个呢稍作了解即可。我们画人体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画到这种程度的。我们学结构就是为了把人体呢画好，但并不是说把所有的人都画成解剖人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胸大肌和肩三角肌在人体中的一个状态，以及它俩之间的一个关系。就它们俩之间这一块有一个三角形的窝状结构，这个是伸进去的一个小窝。在体表呢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肩窝。我们继续画其他的结构。从胸腔的上边，我们接出来一个圆柱，然后在这个圆柱的左右两侧有2个圆柱形，稍微扁一点，让它贴在这个圆柱上。这个呢是胸锁乳突肌的横断面，然后胸锁乳突肌呢，它连到胸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连过来，这个就是胸锁乳突肌胸骨端。然后在它的下边再出来一束，连到锁骨上，这个呢就是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。然后这2个部分呢造型上有一定的区别，胸骨端呢它整体呈这个柱状，类似于圆柱，然后锁骨端呢它呈一个片状，它是一个小薄片。在这个位置还形成了一个窝，在锁骨的上方这个位置。然后在这个圆柱的后边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十字辅助线，这样的话好去判断它前后左右的方位。然后在后边有2个薄片状的结构，这2个结构呢两侧延伸下来，连接到肩峰以及锁骨的外端。这一块是斜方肌，那么斜方肌呢在前面能看到的部分呢就是这些，其余的部分我们画到后边的时候再细讲。这个就是肩胸部前侧的一个肌肉结构。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一般会把手臂概括成一个圆柱，给它带一下，然后这个轮廓也带一下，为了画面效果看起来美观一点。然后把这一侧的也画一下。胸大肌的外侧这个部分呢，感觉要厚一些，更突出一些。一般我们画人体的时候呢，这个位置也是画的更饱满一些，就是强壮的人。上面这一块比较薄，有的时候呢还能透过胸大肌看到下边的这个胸骨肋软骨这个形状。这就是肩胸部前侧的肌肉结构。